你是否对附魔感到困惑，总是刷不出好的附魔，无法打造出好的装备，或者你获得了这些魔咒，但不知道该怎么使用？这期视频教给大家如何快速且高效的获取这些魔咒，以及如何打造顶级装备。目前已知 Minecraft 中一共有43种附魔，其中普通的魔咒有36种，宝藏级魔咒有5种，另外还有2个诅咒。保护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它可以减少大部分类型的伤害，当然这不包括符咒者的音爆伤害以及龙息伤害。轻盈适用于靴子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减少衰落伤害。爆炸保护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减少前期苦力怕以及东界水晶的伤害。火焰保护一种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减少来自火焰熔岩的伤害。当火焰保护达到一定的等级之后，玩家身上就不再会着火了。投射物保护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减少箭矢等投射物的伤害。另外，保护类的魔咒是彼此不共存的，但唯独轻盈是可以与保护共存的。它们的最大等级均为4级。保护类魔咒等级是与 EPF 值相关的，伤害所减少的比例是与穿戴盔甲累积的 EPF 值相关的，上限是20，最高能够减免80%的伤害。这是各个盔甲所列出来的 EFP 值。亲水性是适用于头盔的魔咒，正常情况下你在水中的挖掘速度是在地上的5倍，这个魔咒是可以提高在水上的挖掘速度，最高等级只有1级。水中呼吸适用于头盔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减少玩家在水中消耗氧气的速度，并且玩家有一定的概率不受溺水伤害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当头盔达到3级的时候，氧气消耗的速率会减少75%。深海漫游是适用于靴子类的魔咒，它能够加快玩家在水中的游泳速度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另外，深海漫游与冰霜行者他们2个是不共存的。另外，盔甲道穿着深海漫游的靴子的时候，它会流得很慢的。冰霜行者适用于靴子类魔咒，能够轻易的让附近的水给结冰，最高等级为2级。生物穿着冰霜行者的靴子也能发挥同样的效果。灵魂疾走适用于靴子类的魔咒，当你在灵魂身上行走的时候，它就会加速的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附魔会消耗耐久度的，此类的魔咒只能在堡垒遗迹里寻找，或者是与朱布林交力。迅捷前行适用于护腿类的魔咒，它可以提高玩家在潜势时的速度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另外，最大的潜行速度不会超过行走速度，这个魔咒只能在深邃古城中寻找了。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用到这个魔咒的。尖刺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当怪物攻击你的时候，就会有概率触发反伤的，从而造成伤害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每当成功触发一次尖刺时候，就会消耗3点耐久，等级越高，触发尖刺的概率也就越大。耐久适用于各种工具以及武器类附魔，它能够有几率不掉耐久的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以下是不同等级不掉耐久概率的列表。修补适用于工具以及武器的魔咒，当玩家捡起经验球的时候，每捡起1个经验球，物品耐久就会增加2个，最高等级只有1级。锋利适用于剑的魔咒，攻击生物时会增加伤害。不死克星适用于剑的魔咒，当你攻击不死生物的时候，就会增加成倍的伤害。截肢克星适用于剑的魔咒，是能够增加对截肢生物的伤害，同时也会给予缓速4的效果。它们3个的最大等级均为5级，并且它们是彼此不共存的。燃烧适用于各种武器的附魔，当你攻击对方时，对方就会着火的，它的最高等级为2级。击退适用于剑的魔咒，是能够将生物击飞得更远的，最高等级也为2级。掠夺适用于剑的附魔，当你击杀生物的时候，就会爆出很多的战利品的，同时也会增加稀有掉落物的概率的。横扫之刃适用于剑的附魔，它是能够增加横扫伤害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突刺适用于矛的魔咒，当你戳刺空击的时候，就会向前推进，注意这会消耗大量的宝石度的，并且最大的等级为3级。当你饥饿值小于6的时候，就没法进行突刺了。致密适用于重锤的魔咒，是能够增加重锤重击时的伤害，最高等级为5级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武器是可以秒杀复仇者的。这个伤害数据我将以下落20个高度来计算了。破甲适用于重锤的魔咒，可降低目标的护甲效果，它不能与致密共存，并且它的最高等级也就3级。风暴也是应用于重锤的魔咒，当你重击生物的时候，就会产生风弹将你身上弹起它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另外，这个附魔只能在不祥宝库中找到了。火焰适用于弓的魔咒，就是让你的箭矢着火，
它的最高等级也就1级。无限适用于弓的魔咒，当你手里只有一支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无限的射出了，不包括光灵剑和药水剑。最高等级只有1级，但是它不能与修补共存。强力适用于弓的魔咒，就是能够增加箭矢的伤害，它的最高等级有5级。这些是不同等级所造成的伤害。冲击适用于弓的魔咒，就是能够将生物击飞得更远，最高等级是2级。分裂箭矢适用于弩的魔咒，一次能射出3支箭，并且只消耗1把箭，但射一次就会消耗3减耐9，并且它还不能与贯穿共存。贯穿适用于弩的魔咒，就是射出来箭可以穿透多只生物的，最高等级为4级。此外，当你用穿透4去射杀4只不同的生物，就会达到中弩手这个挑战进度的。快速上弦适用于弩的魔咒，可以缩短装填箭矢的时间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忠诚适用于3叉戟的魔咒，就是当你扔出3叉戟的时候，它就能回来，并且等级越高，回来的速度也就越快。幻雷适用3叉戟的魔咒，就是当你用3叉戟击中生物的时候，它就会在这里生成闪电，但只能在雷雨前发挥效果。波涛适用于3叉戟的魔咒，就是当玩家使用3叉戟的时候，玩家还可以向前推进的，只能在雨天或水中使用，并且不能与幻雷和忠诚共存。它的最高等级为3级。鱼叉适用于3叉戟的魔咒，就是能够增加对水生生物的伤害，但是对非水生生物就没有任何影响，最高等级为5级。鱼饵适用于钓鱼竿的魔咒，是一个能够增加钓鱼速度的魔咒，每增加1级就会减少5秒上钩等待时间，最高等级为3级。海洋的祝福适用于钓竿的魔咒，可以增加钓到宝藏的几率，它的最高等级也是3级。这些是不同等级下能钓到物品的几率。效率适用于工具类的魔咒，就是提升挖掘的速度，最高等级为5级。幸运适用于工具类的魔咒，是能够提升矿物与农作物的爆率，最高等级为3级，并且它不能与丝绸之杵共存。这些是不同的幸运等级所挖出矿石的爆率。丝绸之杵适用于工具类的魔咒，是能够精准获得你想要的方块，最高等级为1级。消失诅咒适用于各种物品的魔咒，当你死掉的时候，并且没有开启不喷装的功能，那么附有这个魔咒的物品将永远的消失了。绑定诅咒适用于盔甲类的魔咒，当你穿上去的时候，你在生存模式下你是无法脱掉的，只有等玩家死亡或者装备爆掉才会脱下去的。当然，这2个魔咒也属于宝藏级魔咒。接下来我要来教你开始如何附魔。放置附魔台，你就会发现附魔等级实在是太低了。如果你想获得最大的附魔等级，你就在周围放置15个书架。此时打开附魔台界面，右边的数字代表的是附魔所需要的最低等级，左边的话则是需要氰金石的数量。至于如何附魔，左边你得放上附魔所需要的工具和氰金石，并且达到了附魔所需最低等级，就可以附魔了。如果出现了不太想要的附魔，你可以用杀戮机将它去除掉。如果遇到了属性不太好的魔咒的话，你可以将没用的物品进行附魔，这样就可以刷新附魔属性了。重复这几次后，直到你真的想要获得这个魔咒了，然后就可以附魔了。另外，附魔的话会随机给一个1到4个属性，并不是所有的附魔都能透过附魔台得到。以下这些魔咒就没办法获得了，就跟图书管理员进行交易。如果遇到了不太想要的魔咒，你可以将工作台给打掉，然后一直刷，直到你得到了想要的魔咒，那就赶紧交易来锁定一下。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交易列表刷新。得到附魔之后，就可以用铁针来对它进行附魔了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最强的盔甲，那么我推荐你用铁针，但不要盲目的去添加，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消耗经验值，同时还会因为过于昂贵而付不起了。这个是因为铁针有惩罚机制，每当对同一个物品进行非命名的修复，就会呈现指数式的上涨。如果操作次数超过6次，就没法进行了。那么应当按照以下的方法：首先是靴子，首先给它进行修补，然后再将深海漫游与保护合并在一起。这里我就不用冰霜行者。然后是靴子与这个2个附魔合在一起，将灵魂疾走与耐久合并到一起，再将轻盈与这2个魔咒并入到一块。值得说的是，我不建议你使用这个尖刺这个魔咒的。最后将靴子与这些魔咒并入到一块，就能得到最强的靴子了。接下来就是头盔了。首先将水中呼吸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保护和亲水系合并到一起，接着将这些魔咒合并到一起，将耐久塞给到头盔上，
最后再将这些魔咒给到头盔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胸甲，首先将保护和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再将耐久附到盔甲上，最后再将2个魔咒附到胸甲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护腿，首先将保护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再将耐久与迅捷潜行合并到一起，接着将迅捷潜行这2个魔咒附到护腿上，最后再添加另外2个魔咒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剑子，锋利与不死颗星和节制颗星，他们3个各选1个就可以了。首先将横扫之刃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再将掠夺与耐久合并到一起，接着就是将这2个魔咒2点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再将不死颗星给到剑上，你可以选择另外2个魔咒，然后再把这些魔咒附到剑上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来个燃烧2，这样最强的剑就打造好了。接下来是弓，由于无限与修补相互冲突，所以说这里就只能选1个了。这里我就选择无限，首先将强力与耐久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火焰与无限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这2个魔咒给到弓上，最后将强力与耐久附魔到弓上，这样最强的弓就打造好了。然后是3叉戟，波涛和幻雷他们2个2选1，这里我先演示幻雷3叉戟。首先将幻雷与忠诚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耐久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鱼叉附到3叉戟上，再将耐久和修补附到3叉戟上，最后再将幻雷与忠诚附到3叉戟上，这样最强的3叉戟就打造好了。接下来就是波涛3叉戟了，首先将波涛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耐久附到3叉戟上，最后将它们整合到一起，这样就做完了。接下来是弩，分裂箭矢最好别用，在实战中并没有任何效果。首先将贯穿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快速上行与耐久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贯穿和修补附到弩上，最后将贯穿和修补附到这个弩上就完成了。接着就是重锤了，首先破甲不推荐使用，将致密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波涛和耐久合并到一起。注意，风暴3是一个一个往上堆叠的。接着将燃烧附到重锤上，再将耐久和风暴附到重锤上，最后将致密和修补附到重锤上，这样就能打造出最强的重锤了。然后就是工具类了，这里我就演示稿子。首先将效率和修补附到一起，然后将丝绸之处与耐久附到一起，接着将这2个魔咒附到这个稿子上，最后再加上丝绸之处和耐久。接下来就做幸运镐，首先将幸运和修补附到一起，然后将效率和耐久附到一起，将这2个魔咒附到这个稿子上，最后再附上幸运3，这样幸运镐就做好了。然后是锄头，这里我就只附上耐久3和修补了。接着就是钓鱼竿了，首先将海洋的祝福和修补附到一起，然后将鱼饵和耐久附到一起，最后依次加入到钓鱼竿就做好了，你就会得到最强的钓竿了。然后就是斧头，首先将效率与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锋利与耐久合并到一起，接着将它们合并到一起，然后给斧头附上丝绸之处，最后将这些魔咒附到斧头上，这样最强的斧头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就是铲子，只需要将效率4、耐久3和修补附到一起就行了，没有必要用上效率5的铲子。最后就是矛，首先将锋利和修补合并到一起，然后将燃烧和耐久合并到一起，接着给矛附上掠夺3，最后将4个魔咒依次合并，你就能得到最强的矛了。以上就是所有关于附魔的东西，你学会了吗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哦！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